嗨，大家好，我是苏珊。苏珊现在人在马来西亚雪兰莪沙亚南的舍蒂亚阿拉姆。舍蒂亚阿拉姆，苏珊上次就带大家看过全马最长的夜市，就是巴萨马拉姆舍蒂亚阿拉姆。那么苏珊现在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属于舍蒂亚阿拉姆，不过它是舍蒂亚阿拉姆的一个小商区啊。在苏珊身后有没有看到有一群年轻的小伙子在玩这个 Sepak Takraw 藤球？Sepak Takraw 它其实也是马来西亚蛮擅长的一个球类运动。那么 Setia Alam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Setia 它其实翻译过来就是忠诚，阿拉姆就是自然，所以他们是忠诚于自然。看到年轻小伙玩藤球也是一种忠诚于自然的一个运动。看得有一点入神了。想当年啊，苏珊可是苏珊不会玩藤球啦，但是苏珊当年在中学的时候，跟马来、印度同学啊，大家一起玩的是足球，然后苏珊是说守门员。这个地方啊，给苏珊感觉就是十分的宁静，也非常的多元啊。苏珊站在这里一看啊，各式料理都有，像是中式的啦、日式的啦、马来西亚式的啦，还有接下来苏珊要吃的第一餐中东的，所以我们 Let's go。苏珊来到了这家店叫做 Shake 沙威玛，所以我们当然是要来点它的沙威玛啦。苏珊点的这个是牛肉版的，它这里还有鸡肉版的。其实沙威玛在马来西亚一般上就是两种肉，鸡肉跟牛肉，但是作为中东的传统食物，还有比较多的版本是用羊肉的。所以沙威玛是什么意思？它其实是阿拉伯语。据说啊，沙威玛这个阿拉伯单词，它是源自于土耳其语啊，有一点特别，有没有？都是在中东地区的语言混搭，也包括沙威玛这一道食物。有时候他们会把它叫做戈巴，就是戈巴也是土耳其的食物，他们就是会混乱，因为他们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是在旋转架上面做烤肉。然后苏珊原本以为啊，沙威玛就是这样子，可是刚刚来到看菜单的时候，它还有分两种，一种叫做沙威玛 slice 的意思就是没有饼皮的，它就是只是肉。然后苏珊点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版本，就是包着饼皮的。讲了这样多，我们先来一块。我们看一下它里面的配料，有主角牛肉、番茄、生菜丝，然后苏珊刚刚跟他点辣的 spicy 的。苏珊啊，刚刚还担心它的 spicy 会很辣，不会，它是马来西亚人都能接受的辣度。它咬进去的时候，它的那个白色的酱，有点像，应该是叫做大大 sauce 啊，就是美乃滋，但是不是甜的那种酱，然后可以咬到一股香料的味道。苏珊不确定那个香料是什么，然后看它的整体的搭配啊。有苏珊最爱的腌黄瓜、萝卜、黄瓜，旁边这些装饰就不懂。然后有薯条，加这样多，我们来一点特别的饮料。这个是阿拉伯茶，它里面加了薄荷，所以迎面而来的就是薄荷的味道。干杯！它的茶杯也很有意思，有一点像实验室的那种杯。纯茶跟蜜的味道。他还有给苏珊白糖，他说可以要一点糖分，试看加糖。加了糖比较好一点。刚刚如果你是喝不惯果松
不管你是 kopi o kosong 啊，还是 teh o kosong 的那些啊，加一点糖会比较好，它就没有那么涩，综合了涩的味道。苏珊刚才看到这3个酱，看起来就是包进沙威玛里面的酱，我们一个一个来试。这边呢、给苏珊感觉它的整体的装潢的颜色非常的吸引，有红色、黄色、蓝色、白色，跟马来西亚国旗的颜色是一样的，非常的鲜艳，很吸引人。来沾点酱，一口吞。这一家的沙威玛，它是属于标准，再上一点点的。所以你今天如果在沙特阿拉附近，你特别想吃中东美食，想要解一解嘴馋，可以来试试看。完食。So the thing is same, but just the different. I see. 刚刚吃了一共28块半，它还有 soft launch discount 所以大家可以趁这一段时间来，有折扣15%。那么苏珊刚刚有问了老板，沙威玛啊、哥巴啊到底是什么差别？老板跟苏珊解释了，老板说在中东地区一般上他们会叫沙威玛，然后在土耳其会叫做 donut， 而在马来西亚以前大多数是叫哥巴，现在也比较多人用回沙威玛这个名称了，所以他们是一样的。塞奈河畔左岸的咖啡，哎呦不错哦。继续前往下一家。这一家的点餐系统比较先进一点，还有3种语言可以选，选中文、唐食。哦，那么快，3磅。Please see your dishes on the first tray. After the table dishes is on the screen. Thank you, that's it. Oh, ada. Oh, thank you. 很可爱耶。哦，所以拿完了就按 OK。谢谢你。You can enjoy your meal. 啊，是机器人送餐，很可爱。上面就是它的信号。苏珊现在所在的这个餐厅叫做 Restaurant Check Tree Sahara Kambing Bakar， 所以它主打的食物就是 Kambing Bakar， 也就是烤羊肉。而 Restaurant 就是 Restaurant 哦 ，Check 它其实是马来文，它跟英文的 Miss 是一样的意思，就是小姐的意思。Tree 可能是这家餐厅经营者的名字 ，Sahara 也有可能是他名字，但也有可能是撒哈拉沙漠。苏珊在撒哈拉沙漠吃着烤羊肉，看着外面下大雨，久旱逢甘露，就好像那个叫什么来着，三毛跟荷西的爱情故事。先来一口羊肉，这比较嫩的部位，很好吃。它的羊肉非常的嫩，它的酱料调味啊。苏珊不确定是什么，但有一点像黑胡椒的酱料，但是它又没有胡椒的味道，是舒服的甜口，很赞诶！这一间好吃好吃哦。然后它还有3巴分开的，试试看。有一点辣。它介于3巴跟酱汁之间，它不是我们平时吃的辣椒，就是小小分量的，它有一点像，它给你一个偏辣的汤汁，本来没有那么辣的，现在一边吃一边说话的时候，那个辣味慢慢出来，不能吃辣的这个要小心。它给这个泰国酸干，里面有一些洋葱跟生菜。刚刚苏珊呢在吃沙威玛的时候，觉得有点可惜，没有吃到羊肉。现在不就来了吗？羊肉，来个点3巴的。苏珊在猜想为什么他要给酱汁的3巴，可能是因为羊肉它是没有酱汁的，他担心白饭会有点干。
它的水也非常好喝。苏珊点的这个叫做 Limau Kasturi， 就是酸甘水，但是它跟一般我们的酸甘水不一样。一般上啊，它的做法是水、糖油，然后再把那个酸甘挤进去。这个的做法看起来像是打果汁这样子一起打，所以它的酸甘的风味会丰富一点点，有一点像你吃橙子有没有？你剥皮的时候，那个橙皮会散发出那种香味啊，它就多了那种香味。赞！刚刚忘了说，它在菜单上全部显示的价钱，全部都是已经包含 SST 了的。然后它是没有服务税的，因为它用可爱的小机器人代替了。吃饱了，我们去拿甜点。苏珊点的就是这个。苏珊啊，刚刚还在想啊，怎么甜点那么久还没来？一问店员才知道，机器人累了休息了，没有啦，要自己到雪柜那里。然后苏珊点的这个是沙锅布拉姆拉克，就是沙锅加上马六甲椰糖，好期待。它底下有黑糖，所以我们跟它搅拌一下。它的沙锅啊，跟华人喜欢用的有一点不一样。华人喜欢用的是透明色的，它用的是红色的。苏珊印象中还有看过青色的跟黄色的。它吃起来很像 ABC Jendo 的那些味道，不过它不是冰，甜。苏珊有一点接受不了，它有点太过甜了。就是马来人的口味哦，会比华人的再重甜一些。可以很清楚的吃到，它有炼乳的味道很重，它应该放蛮多的，还有一些椰糖的味道，然后还会吃到那个玫瑰汁 syrup 的味道，所以它红色可能是源自于 syrup。刚刚一共吃了23块，非常的便宜。苏珊刚刚有观察了一下，整间店都是马来人，只有苏珊还有摄影师是华人。然后苏珊想要纠正上次所说的，上次苏珊说啊，马来人不能吃华人的食物，华人可以吃马来人的食物。其实准确来讲，是穆斯林只能吃清真认证的食物，但是在马来西亚啊，全部的马来人都是穆斯林。但是也有其他种族，只要你是信奉回教的，你就是穆斯林，所以也只能吃清真认证的食物。走，我们去下一家。非常的有活力，下雨天还在踢sepak takraw，还好停雨了。苏珊来的这家叫做 Mashigeta Korean Food， 它是180%清真认证的韩国食物，连店员都是马来人。也就是说，你是穆斯林就可以来这里享用韩国美食。来吃韩式料理，当然要点最经典的部队锅啊，它还有附赠小菜，有白萝卜啦、泡菜啦，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先来一块，它吃起来像厚面皮的炸虾饼，它的饼皮沾上猪肠粉的酱。接下来我们是主角部队锅，它的汤头属于非常重的那一种韩式辣酱的味道，比较偏重口味的人会喜欢。它里面有 hot dog， 还有类似红薯粉的粉条，有豆腐、泡菜啊，当然还有苏珊为了它而点了年糕。
好爽，好爽！我吃这个部队锅配这个腌白萝卜，非常的爽，很清爽哎，它这个。哦，主角来了。一般上红薯粉它会比较粗，比较难咬，这个的粗度刚刚好，你再搭配汤头啊，哎呦，嗖溜的一声，非常的开心。其实啊，部队锅它有一个比较悲惨的历史，它是1950年代的时候啊，韩国跟朝鲜打战嘛，那时候就美军住在韩国，就是帮忙韩国跟朝鲜打战嘛。然后打完战之后，当时的韩国人民非常的困苦，没有食物吃，美军他们就有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军部派的食物，里面就有hot dog啊、午餐肉啊这些比较美式的罐头食物，所以韩国人就从这些美军剩下的这些食物，他们就把这些军粮按照韩式的煮法去烹调，所以就放韩式辣酱啊、泡菜啊，然后就有放hot dog啊、午餐肉啊，全部放在一起，我们叫什么？要板煲，就是一次过煮，就有了所谓的部队锅。部队就是美国的部队。这家店啊，它的口味没有那么符合苏珊，可能是因为它做比较符合马来人的口味，它就连招牌底下都有一排字是写清真认证的餐馆这样子。然后蛮特别的是，它这里有配备回教徒的祈祷室，回教徒啊一天要礼拜5次，就是分别在5个时段。刚刚还有看到一个蛮有趣的东西，就是它这里有给筷子嘛，但是筷子其实是华人的专用餐具，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时常就看到好几个马来人，他们也是在用筷子吃，所以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很多元文化，就我们的文化会互相影响，这样子就蛮可爱的。虽然说啊，它的食物不是很符合苏珊的口味，但是它的这杯饮料非常的好喝，柚子茶，非常推荐。然后，如果你来这里点它的食物，它会附赠一瓶冷水给你，所以你就可以随时随地加。如果你觉得太甜，完食一共吃了33块，部队锅差不多20多块，水好像是10块钱。苏珊现在身后的这个场景，看起来是特别适合拍韩国 MV。走，我们拍韩国 MV。没啦，开玩笑的，我们去下一家。本子。burger。Double special cheese。Ayam ah? Ayam. Itu tumping ah? Boleh campur ah ayam dan daging boleh? Kawin special. Oh, okey, boleh. Kawin special cheese ah. Okay. Okey. Sos kurang makan lagi. Dah. Okay. Bang. Jom. Lagi. Lagi dulu. Ini tu bento. Pendingan. Mungkin baju itu hanya baru-baruan. Habis lebih baru lah. 这家 burger 档它叫做 Osama Burger 档，它非常特别，你在 Google Map 上面是找不到它的摊位是在哪里的。它是在当铺跟洗衣店前面，然后啊，它整个档口给苏珊的感觉就非常马来摇滚的那个感觉，就很有一些艺术家的精神在里面。
然后很酷的是，苏珊在这里点了之后，一直看到不断有人过来，然后那个人一停下，还没开口点什么，那老板已经知道他要点什么。哦，你要羊肉 cheese 的，哦，你要鸡蛋鸡肉的，就记忆得非常好的一个老板，服务良好。OK。很 nice 的老板，他整个心情就非常开心啊！他不管是做burger啊，还是服务啊，他都不会跟你笑完，然后脸臭臭啊，都是。Ramly Burger 啊，其实是马来西亚人共同的宵夜圣品。大家想到宵夜啊，第一个就是想到它。苏珊点的这个8块钱是最豪华的版本，2个肉，1个 cheese， 1个蛋。可是苏珊还跟他说要再特别一点。我的2个肉啊，要1个鸡肉，1个牛肉。苏珊很特别，跟人拿汉堡哦不一样。苏珊喜欢上下倒法，一口咬不掉。Ramly Burger 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因为啊，它一开始其实是做汉堡的原材料供应，看到吗 ？Ramly Burger， 但是后来，它渐渐的变成了马来街头汉堡的代名词，所以你只要说 Ramly Burger， 我们就知道，是马来街边档口卖的汉堡，而且他们的配置都基本上一样的，你要鸡肉的还是牛肉的，然后名词也非常的好玩，像 double 的意思呢，就是2层肉，如果 double cheese 就是2个 cheese，special 的意思呢，就是加蛋的意思。这些名词啊不用教，马来西亚人都是无师自通的。这个 Ramly Burger 它其实就跟马来西亚所有的 Ramly Burger 是一样的，它的酱也是用辣椒酱、黑胡椒酱去做调味，还有 mayonnaise 也是有菜、有肉、有蛋。可是为什么它生意那么好？因为它抓的比例刚刚好，不会太过腻。然后它的老板的服务态度，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笑容满面啊，就让你吃的心情非常好，赞赞。刚刚我们吃了马来西亚人的宵夜圣品，现在我们来到马来西亚人的宵夜圣地，就是妈妈档。Dah, ini saja. Roti canai crispy 1, roti canai goreng, toste biasa, apple asam boy ulang manis dengan lemon. Ya. Itu saja. Oke. Thank you.苏珊现在所在的这家餐厅叫做 Restaurant VVIP。苏珊是45号，苏珊点的全部都是他这里的招牌，而且是很特别的，其他妈妈档没有的。Roti canai crispy, roti canai goreng， 都是有啦，然后还有 ABC apple juice asam boy。首先第一样当然是要试它的 roti canai crispy。它跟其他 roti canai 唯一的不同就是它特别脆耶，真的是叫 crispy。难怪啊，苏珊有看到一个文章，他说老板是不给打包 roti canai crispy 的，因为他说回去就不脆了。赞赞赞！一般上你点 roti canai， 它会给你配备3种酱，然后sambal 还有 curry 又有分鱼或者鸡，试试看他这次给苏珊什么的。他给的是鱼的，鱼的话会带一点点酸酸这样子，好吃。这个 crispy， 它sambal很香，只是分量给的有一点少。试试看它的刀，它的刀看起来比人家绞的要细一点，比较标准，以上一点点。妈妈档啊，
真的是最邪恶的宵夜圣地啊！你看这个糖分，苏珊今天的糖分超标了。很香哎，它应该是有放椰奶，椰奶的味特别的香。它上面白白这些就是椰奶，一般上 ABC 啊是不会放椰奶的，他们都是放炼乳还有西酪，这一家放椰奶，非常的特别。而且它的调味哦是苏珊喜欢的，没有那么甜了，可以多吃一点。这个绝对推荐。加一捞，其实苏珊是冲着它这一道 Roti Canai Goreng 来的，非常的特别，从来没有听说过 Roti Canai 可以拿来 goreng。好邪恶的食物啊！有一点在面对黑暗料理的感觉，试试看。它的配料啊，非常的像马来炒粿条的配料，就连味道也蛮奇妙的，有一点像，只是口感就很特别，就 Roti Canai 软软的这样子搭配，很新奇的体验。这个辣椒仔啊，增添了很多的风味，很棒。其实它也没有太复杂，它就是一般上的妈妈炒面，只是把那个面条换成 Roti Canai。苏珊啊，一开始刚吃的时候就觉得，然后怪怪的，那口感不对劲哦，越咬越香哎。因为 Roti Canai 它本身就有带一点点的甜味，它在炒类似妈妈咪的炒法哦，两个甜加起来哦，它不是更甜哎，它是撞击出另一种味道，推荐。其实想到妈妈档，苏珊就想到一首歌。哦哎呀哎呀哦哎呀哟，我们都是最爱妈妈档。好听嘞！比苏珊的脸还大，这个叫做多谢多谢多谢。用手吃，一个酱。苏珊刚刚吃第一口的时候啊，其实有疑惑了一下，为什么是姜精肥皂鱼的味道啊？很神奇耶，它应该是咖喱的酱来的，再试试看。它真的很像在酒楼吃到的菜，很神奇。刚刚苏珊吃的 Roti Canai 啊，它是用面团拿去煎的，就是搓平了。这个多谢啊，它除了面糊之外，它还有搭配豆跟米浆去制作，所以吃起来就好像饭配姜精肥皂鱼啊，这就是多谢的反面。一般上啊，你点多谢啊，它最基础的会给你这个 down， 然后另外两种酱就看店家本身擅长制作什么酱料。这两种其实也是多谢比较常给的酱料，只是苏珊真的不知道他们名字叫什么，有知道的朋友啊，可以留言给苏珊知道一下。妈妈档啊，为什么会成为马来西亚人的宵夜圣地？在 MCO 之前啊，其实大部分的妈妈档都是24小时营业的，他们的物价会比一般上的华人茶室贵上10到28%，但是也是很值得，因为它是24小时营业的。但自从 MCO 过后，就很多的妈妈档都不做24小时，但他们也是改成超长的营业时间。像苏珊现在的这间，它是从早上7点半营业到晚上12点。
完食。总结这家 Restaurant VVIP， 苏珊极力推荐的就是 Roti Canai Crispy， 还有 ABC。如果你们想尝鲜的话，可以试试看 Roti Canai Goreng， 还不错。然后是这杯饮料，摄影师极力推荐，但是要点kurang manis。走，去结账。一共吃了23.4块，非常的便宜。苏珊其实今天在挑选餐厅的时候，都选择清真认证的餐厅。它是由马来西亚的一个机构叫做 JAKIM， 它所做的清真认证。这个清真认证它非常的有权威性，它是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认可的一个认证。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是时候说，拜拜，晚安。